末日降临，气温升至100°C，爆发了极端病毒 X。屋顶的散热片在第7次过载后彻底熔断了。我蜷缩在墙角，看着那个曾经是空调控制面板的东西滋滋冒着火花。液晶屏上最后跳出一行字：室外温度101.3°C。然后是黑屏，永恒的滚烫的黑暗。我能听见邻居老陈的声音，他在走廊那头砸门，嗓子已经完全哑了，喊的不是救命，而是水。他大概已经喊了好几天，只是现在才发现，在吞没一切的噪音中，人最后发出的声音和最开始的没什么两样，都像动物。我没有开门。我的冰箱里还剩3瓶500毫升的矿泉水，那是我的命，而我打算自私地活下去。这一切开始于第37天前。那天我请了年假，本来打算去海边。闹钟响的时候，我还在做梦，梦见自己在结冰的湖面上走路，醒来发现汗水把整张床单都浸透了。空调开着，16度，最大风力，可房间里的温度计显示32度。我以为是空调坏了，打电话叫维修，客服说今天已经接到300多个同样的报修。然后我打开窗，一股热浪像石体一样砸在我脸上，那种热不是夏天午后的那种让人流汗的热，而是让人无法呼吸，觉得下一秒皮肤就要起泡的热。街对面的梧桐树在一夜之间掉光了叶子，不是变黄，是直接从绿色变成干枯的褐色，像被巨大的吹风机轰过。政府说是100年一遇的高温事件，建议市民减少外出。但那不是100年一遇，那是人类历史上从没遇到过的事情。第一天43度，第二天47度，第3天52度。气象台的播报员在镜头前中暑晕倒了，那个画面在网上疯传了10分钟就被删了，但所有人都已经看到了。到了第5天，手机里开始收到各种奇怪的警报，先是高温红色预警，然后是停电通知，再然后是停水通知，最后什么都没了，因为信号塔也撑不住了。病毒 X 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没人说得清。最初的传言来自印度。有人在推特上发了一段视频，说德里的医院里挤满了发烧的人，体温高到温度计都爆了。那时候大家还以为是谣言，毕竟印度夏天本来就热，加上新冠疫情留下的心理阴影，人们对任何新病毒的说法都异常敏感，但又异常麻木。麻木是更危险的东西，它让你在该跑的时候还站在原地。病毒 X 的第一个症状是口渴，不是普通的那种想喝水的感觉，而是一种从骨髓里往外烧的焦渴。患者会不顾一切地寻找水源，甚至在意识模糊的情况下喝下任何液体，海水、消毒水、汽油。第二个症状是高烧，体温在半小时内飙升到42度以上，所有的退烧药都没有效果，因为那不是炎症引发的发烧，而是病毒直接改变了人体下丘脑的体温调节中枢。第三个症状是皮肤脱落，像严重的烫伤一样，大片的皮肤从身体上剥离，露出下面鲜红的正在渗血的肌肉组织，然后人就开始攻击。不是僵尸那种攻击。感染者不会变成无意识的怪物，他们甚至比平时更清醒，眼睛里闪着一种可怕的炽热的金光。他们只是太烫了，所以本能的想要抓住任何比他们凉的东西，想把那种令人疯狂的似乎永远无法释放的热量传导出去。他们抱紧你，就像在沙漠里抱紧一片绿洲。他们的体温高达60度，皮肤直接接触3秒钟就会造成2度烧伤。我的邻居张姐是被她自己的儿子杀死的。她儿子今年14岁，那天早上还在阳台上浇花，中午就开始发烧。张姐哭着在业主群里求助，问谁家有退烧药，没有人回复。不是大家冷漠，而是所有人都在忙着囤水囤粮，忙着用胶带封住窗户的缝隙，不让热空气渗进来，忙着给自己的家人物理降温。到了下午，张姐在群里发了最后一条语音，声音断断续续的，像是在哭，又像是在笑。她抱住我了，她抱住我了。那条语音我听了3遍，不是因为变态，而是我想从里面找到一些信息。被感染者抱住是什么感觉？还有没有挣脱的可能？会传染吗？然后我把手机扔在沙发上，冲进卫生间吐了。不是因为恶心，而是恐惧本身就会引起生理反应。你的胃会痉挛，你的括约肌会失控，你的身体在用一切方式告诉你跑，可你已经无处可跑。
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一篇论文，是某个来不及撤离的研究团队在最后时刻上传的。他们说，病毒 X 的原始宿主可能是生活在火山口附近的一种古菌。全球变暖导致永冻层融化，古菌被释放出来，又在高温的催化下发生了剧烈的变异。论文的最后一句话是，这种病毒只能在50度以上的环境中存活和传播。换句话说，人类已经不可能通过隔离来阻止它了，因为半个地球都已经达到了这个温度。半个地球，我盯着这句话看了很久，脑子里反复计算着冰箱里的3瓶水还能撑多久。在100度的高温下，一个成年人每天至少需要3升水才能维持基本生理功能。我只有1.5升，理论上还能撑半天，但如果我完全不活动、不出汗，只是躺着，也许能撑1天。1天之后呢？拧开水龙头，里面流出的是热气。打开窗户，空气烫得像刚从烤箱里拿出来的石板。任何暴露在室外超过5分钟的有机体都会死亡，不是可能会，是100%会。我的手机在昨天彻底没电了。最后的画面上是一张卫星云图，整个亚欧大陆呈现一种不祥的暗红色，像一块被烧透的烙铁。北纬40度以南的区域全部标注为不适宜生存，而那条线每天都在向北移动。我看到评论区有人在说，往北跑，往死里跑，跑到冻土带，跑到北极圈。可跑？用什么跑？车里的汽油在65度就会自燃，道路在70度就会软化变形。人只要一踏出门口，鞋底在30秒内就会融化，光脚踩在地面上，每一步都是新鲜的烧伤。我认识的人里，最先死的是楼下的老李头。他有心脏病，一直靠吃药维持，高温让他的心脏不堪重负，在第3天就猝死了。然后是15楼的那对年轻夫妻，他们囤了3箱矿泉水，但忘了囤食物。第5天的时候饿得受不了，出门去找吃的，再也没回来。再然后是4楼的那个程序员，他有全套的露营装备，甚至有一套民用级的水过滤系统，但病毒 X 找到了他，或者说他找到了病毒 X。他在发烧之前用最后一点电量给我发了一条消息，别开门，谁敲门都别开。他说的对，现在这个楼里敲门声越来越少，但每一声都比上一声更绝望。我能从敲门的方式分辨出是谁，老陈是砸，用拳头或者什么硬物，闷响，一次连砸7、8下。楼上那个独居的女孩是拍，急促的、轻飘飘的拍，像雨点打在铁皮上。还有我不知道是谁的人，用指甲刮，用鞋踢，用身体撞，声音里有一种不属于人类的蛮力，那是高烧烧掉了理智之后剩下的最原始的东西。我不开门，我不会开门的。冰箱里的3瓶水，我给自己定了规矩，每6小时喝1小口，刚好润湿嘴唇和喉咙，绝对不能多。饥饿的感觉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空洞的、虚无的钝痛，胃壁在摩擦，身体在燃烧自己的脂肪和肌肉。昨天我吃了最后1块巧克力，含着它慢慢化掉，假装那是一顿大餐。今天什么都没了，我撕下书架上的一本书，试图咀嚼纸浆，但那股油墨味让我反胃。我听说在某些饥荒中，人们会煮皮带吃，但我的皮带是合成革的，我怀疑吃了会中毒。明天呢？后天呢？人的身体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能撑多久？3周。可我没有3周。我能感觉到病毒 X 存在，它就在空气里，在每一缕从窗缝挤进来的热风里，在我每一次不得不进行的呼吸里。它在等待我的体温调节系统崩溃，等待我的喉咙干涸到失去防御能力，等待我哪怕只有一瞬间的松懈，然后它就会像野火一样蔓延到我的每一个细胞。我刚才又听到了敲门声，这一次很轻，几乎听不见，但持续了很久，像某种昆虫的振翅。我在猫眼里看了一眼，什么都没有，走廊里只有扭曲的热浪在上下翻滚。也许那声音根本不存在，也许是我的大脑在高温下开始产生幻觉了，也许我早就已经感染了病毒 X， 只是还不知道。窗外是白色的，不是雪，是阳光。大气层现在像一面凸透镜，把太阳的光和热聚焦到地面上，把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失控的微波炉。我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往外看，能看见对面楼的窗户玻璃在融化，像眼泪一样一滴滴往下淌。
更远处的地平线上有一片浓烟，是城郊的化工厂在燃烧，烧了3天了，火势越来越大，没有人去救，也救不了。我想起自己曾经生活过的那个世界，冬天要穿羽绒服的世界，下雨要打伞的世界，打开冰箱会有冷气扑面的世界。那个世界已经死了，死于贪婪，死于漠然，死于集体性的短视。我们明明看到了所有的警告信号，冰川融化，森林大火，海平面上升，但我们选择不去看，因为看了会不舒服，而不舒服会影响消费，会影响经济增长，会影响我们继续假装一切安好。现在好了，一切都结束了。我拧开第2瓶水的瓶盖，仔细地抿了一小口。水是温的，但在嘴里含久了，竟然有一种凉意。这是幻觉，我知道，但我不在乎。在这即将灭亡的世界里，任何一丝让人好受一点的错觉都是珍贵的。敲门声又响了，这一次比之前任何一次都大，像是有人在用消防斧劈门。我本能地后退了2步，撞倒了身后落起来的空矿泉水瓶，它们咕噜噜滚了一地，发出清脆的塑料的声响。敲门声停了1秒，像是在聆听，然后更猛烈地响了起来，伴随着一个声音，不是人类的语言，更像是一种气流的啸叫，像高压锅在释放蒸汽。我透过猫眼往外看，起初我什么都看不见，因为猫眼的玻璃被高温烤得有些模糊了。然后我调整了角度，终于看清了走廊里的景象。我看见了老陈，不，那不是老陈，那是老陈的身体，但皮肤已经完全剥落了，露出暗红色的肌肉组织，像一具被剥了皮的人体模型。他的眼睛还在，但眼白变成了浑浊的黄色，瞳孔缩成针尖大小，死死地盯着我的猫眼，仿佛能透过那层玻璃看见我。他的嘴在动，不是说话，是嘴唇肌肉的痉挛，像一条被扔上岸的鱼在做最后的呼吸。我突然意识到他想说什么，或者说他的身体想说什么。他在渴，他不是想害我，他不是想感染我，他只是太渴了，渴到身体已经不再受大脑控制，渴到身体把任何生物都当成了水的来源。我在门这边，他在门那边，2个人类中间隔着一道防盗门，在100度的末日里各自孤独地死去，或者不那么孤独。我的手伸向了门把手，金属很烫，但我握住了它。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也许是因为孤独，也许是因为内疚，也许是因为病毒 X 已经在我的血液里蔓延，正在悄悄篡改我的本能，让我去寻找另一个人的体温，哪怕那个温度足以杀死我。我听见门锁咔嗒一声开了，门没有开。我的手指已经按下了门把手，金属的灼烫让皮肤发出滋滋的轻响，疼痛从指尖直窜到肩膀。防盗门的锁芯发出了一声含混的呻吟，但没有弹开。不是因为锁坏了，而是因为我用另一只手按住了门板。我不知道是哪只手先动的，也许是左手按住了门，也许是右手松开了把手。总之，在那一瞬间，我的身体分裂成了2个截然不同的人，一个想要打开门，哪怕迎接他的是滚烫的拥抱和必死的结局；另一个拼命地按住门，用仅存的理智对抗着病毒可能已经植入我脑中的疯狂的对接触的渴望。老陈在门外安静了一瞬，然后他发出了一声响动，不是人类语言，甚至不是嚎叫，而是一种奇怪的低沉的嗡鸣，像是蜜蜂在密闭的玻璃罐里震动翅膀。那声音穿过门板，穿过空气，穿过我耳膜上的绒毛细胞，直接抵达了我大脑中某个比恐惧更古老的区域。我突然就明白了那是什么，那是释放热量的声音。他的身体在通过震动把过剩的热能转化成声波，像一台过载的发动机在发出最后的警报。我认识老陈快10年了，他住在我隔壁，是个退休的中学物理老师，每天早晨7点准时出门买菜，拎着一个印着超市 logo 的布袋，看到谁都会点个头。我搬家那天，他帮我抬了那个重得要死的书架上楼，2个人一人抬一头，在楼道里喘得像拉风箱。他说：“小伙子，锻炼身体啊，你这体格不行。”我说：“陈老师，这是我全部家当里最重的了。”他笑了，脸上的皱纹挤在一起，像一张揉皱的纸。那张纸现在被烧成了灰烬。我背靠着门，慢慢滑坐到地上，膝盖蜷起来抱住，额头抵着膝盖，整个人缩成尽可能小的一个球。这是我小时候害怕时就会做的动作。那时候我怕的是打雷，
怕的是黑暗，怕的是衣柜里可能藏着的怪物。现在我怕的是门外的那个人，准确地说，不是那个人，而是那个东西。但那个东西在哭。起初我以为只是我的幻觉，是血液冲击耳膜时产生的类似哭泣的噪音。但我认真听了，那确实是哭泣，不是嚎啕大哭，而是一种被压抑到极致的、几乎听不见的抽泣，像小孩子在被子里偷偷哭的声音。老陈还活着，至少他的一部分还活着。那个会点头微笑、会帮邻居搬书架的老陈还活在那具烧焦的躯壳里，正在用最后的意识为自己的死亡哭泣。老陈，我的嘴唇动了动，声音小得连自己都快听不见。门外的抽泣声顿了一下。陈老师，我又叫了一声，这一次声音大了一些，嗓子像被砂纸打磨过，每一个音节都带着血的腥味。没有回应，但我知道他听见了。我能感觉到他的脸贴在门的另一边，那张已经没有皮肤的脸，那些暴露在空气中的肌肉纤维，那两只浑浊的缩成针尖的眼睛。他在听，他的耳朵也许已经失去了功能，但他的骨头在传导声音，门板在传导震动，他的颅骨在跟我说话。我很渴，我说。门外沉默了很长时间，长到我以为他已经失去了意识，长到我自己都忘了刚才说了什么。然后我听到了一个声音，不是通过空气传来的，而是通过门板、通过墙壁、通过地板传来的，一个单一的、模糊的音节，听起来像水。他在说他也很渴，我在说他也很渴。我们就这样隔着门坐着，一个活人和一个将死的人，一条走廊和一道门把我们隔成了两个世界。但那个水字像一根针，刺穿了所有的恐惧，所有的本能，所有的自保机制。我意识到我和老陈之间没有任何区别。他感染了病毒 X， 我没有，至少现在还没有。但这只是一个概率问题，一个时间问题，一个运气问题。在死亡面前，感染者与非感染者之间的界限比纸还薄，比阳光下的影子还短。我慢慢爬起来，走到冰箱前，打开了冷冻室的门。冷冻室早就已经不制冷了，但保温层还在发挥着最后的作用，里面剩下的东西还没有完全融化。我伸手进去，摸到了一个冰凉的、圆滚滚的东西，拿出来一看，是一个土豆。是的，我冰箱里为什么会有一个土豆，我自己都不记得了。它已经在冷冻室里待了不知道多久，冻得像石头一样硬。我的手又伸进去摸了一遍，什么都没有了，就只有这个土豆。我握着那个冻土豆，站在厨房里，看着那扇防盗门。门的另一边已经没有声音了，我不知道老陈是死了还是昏迷了，还是只是安静地躺着。我看了看手里的土豆，又看了看门。冻土豆不能吃，它冻得太硬了，牙咬上去会崩掉。但它很凉，那种凉的触感透过我灼烫的皮肤传到神经末梢，让我舒服的几乎要呻吟出声。它很凉。我朝门走去，每走一步都在想同一个问题：你到底在干什么？你手里拿着的是一块冰，或者说是一个曾经是土豆的冰块，而门外是一个体温超过60度、皮肤完全脱落、携带致命病毒的感染者。你想把这块冰给他？是的，我想把这块冰给他，不是因为伟大，不是因为善良，不是因为任何高尚的动机，而是因为那个水字。他发出了那个音，我听见了那个音，而在我听到那个音的瞬间，他就不再是一个东西了，他重新变回了老陈，那个帮我搬书架的老陈，那个每天早上出门买菜会跟我点头的老陈。我蹲下来，打开了门上的投递口。那个小小的金属翻板，平时用来塞报纸、塞快递的，现在成了我和外面世界之间唯一的通道。热浪像洪水一样从那个小口涌进来，我的脸在接触它的第一秒就像被泼了一锅开水。我咬着牙，把那个冻土豆从投递口塞了出去，然后我迅速关上了翻板。走廊里安静了大约3秒钟，然后我听到了一个声音，不是哭泣，不是呻吟，而是一种像婴儿吮吸母乳一样的声音，细小、贪婪，充满生机。老陈用他那双已经没有皮的手捧着那个冻土豆，把脸埋在上面，吮吸着表面融化的那层薄薄的水。那个冻土豆能提供多少水分？可能不到10毫升。在那样的高温下，10毫升水从固态变成液态，再变成气态，只需要几秒钟的时间。但它存在的本身比任何水分都重要。它证明了，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还有一个傻瓜愿意把最后一滴水分享给别人。我靠在门板上，笑了。
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笑，也许是因为疯了，也许是因为终于想明白了一件事：病毒 X 能改变人的体温，能剥掉人的皮肤，能把人变成一团行走的火球。但他夺不走这个，夺不走一个人给另一个人递一块冰的冲动。投递口的另一边传来了一声轻响，像是什么东西被轻轻地放在了金属翻板上。我犹豫了一下，小心翼翼地掀开翻板的一角。热浪再次扑面而来，我们一着眼往里看，看见了那个冻土豆已经被啃得不成样子，但它被推回了投递口的一半，像是外面的人在说：“你也吃。”我拿起那个土豆，它在我的手掌里融化着，冰水混合着不知道是血还是组织液的液体，顺着我的指缝往下淌。我低下头，像吃一个最珍贵的苹果一样，咬了一口。土豆是生的，是冻的，是带着腥味的，但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的东西。我靠着门，把那半个土豆一点一点地吃完了。门外再也没有声音传来。我不知道老陈是走了还是死了，不知道明天太阳出来的时候我还能不能睁开眼睛，不知道人类这个物种还能在地球上苟延残喘多久。但此刻，在这个100度的末日里，我听见自己的心脏还在跳，咚咚咚，像一个微弱的倔强的鼓点。我听见远处有什么东西在响，不是爆炸，不是崩塌，而是一种持续的有节奏的轰鸣。我花了几秒钟才辨认出那是什么，直升机。是直升机的声音，不止一架，而是一个机群从北边飞来，像一群迁徙的候鸟，在灼热的天空中划出低沉的声浪。我踉跄着走到窗边，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往外看，在白色的刺目的天空中，我看见了10几个黑色的小点，排成某种编队，正朝南方飞去。不对，不是南方，它们是在向北飞，但在我的视角里，因为它们是从北边来的，所以看起来像是朝南。它们是从更北的地方飞来的，带着也许是从未被高温触及的地方的消息。投递口的翻板又响了，我转过身，看见一只手从投递口伸了进来。那只手的皮肤还在，手指修长，指甲涂着淡粉色的甲油，骨节分明。它伸得很慢，很犹豫，像是在试探什么危险的东西。我认出了那只手，那是楼上那个独居的女孩的手。她叫小何，在银行上班，每天穿高跟鞋踩的楼道咚咚响。我以前觉得她很吵，在心里骂过她很多次。现在她伸着手，指尖朝上，手掌摊开，空空如也。她在等什么？在等我给她什么？还是只是在寻找另一个人的温度，哪怕只是穿过投递口的隔着半米空气的眼神。我蹲下来，把手里最后一口土豆递了过去。没有冻土豆了，只有我吃剩下的那一点点，已经被我的手温捂热了，湿漉漉地躺在我的掌心。我把手伸进投递口，把那一点食物放在他空空的掌心里。他的手指合拢了，轻轻碰到了我的指尖，很烫。他的手指烫得不像话，那不是普通的高温，不是晒过太阳的金属扶手那种烫，而是一种活着的从骨头里往外散发的热量，像握住了一根烧红的铁棍。我本能地想缩手，但他的手指已经合拢了，轻轻扣住了我的指尖，力道不大，却让我动弹不得。不是因为力气，而是因为那种热度本身就足以让人失去抵抗的意志。60度或者更高，皮肤接触的瞬间，我闻到了自己指尖被灼伤的味道，蛋白质变性的焦糊味，像煎过头的鸡蛋。我没有抽手，他就那么握着我的手指，隔着那道投递口，我看不见他的脸，只能看见那只手。指甲上的甲油已经斑驳了，边缘翘起来，露出下面发白的甲床。他的虎口处有一块烫伤的疤痕，不是新伤，是旧的，也许是很久以前做饭时被锅沿烫的。我突然意识到，我正在通过一个人手上最细小的痕迹来认识他，而在此之前，我对他唯一的印象就是穿高跟鞋把楼道踩得很吵。他握了很久，久到我开始数自己的心跳，1下、2下、3下，每一下都像是在和什么东西赛跑。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也许是在从我的身体里汲取那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凉意，也许是在确认门的这边还有另一个活着的人类。无论如何，我没有松手，他也没有。我们就那么隔着门板，隔着投递口，隔着生与死之间那道越来越模糊的界限，握在一起。然后他的手指突然松开了，那只手缩了回去，消失在投递口的另一侧。我听见了一声轻响，像是他的身体滑落在门边的声音，又像是他在轻扣门板。
我张了张嘴，想说句什么，但喉咙干得像灌了一嘴的沙，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那只手又伸了过来，这一次他握着一小块东西，小心翼翼地从投递口递进来。我看清了，是一片碎玻璃，大概有硬币大小，边缘不太锋利，但也不算圆滑。碎玻璃的中心有一小洼液体，在灼热的空气中微微颤动着，折射出一小片光芒，是水，是水。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的，也许是某天停水前接的最后一点自来水，也许是某个热水管凝结的蒸馏水，也许是他自己的眼泪。但不管怎样，这是水，是在这个万物蒸发的末日里比黄金更珍贵的东西。而他要把这片水给我，通过一片碎玻璃，通过一道投递口，给一个他从未说过话的陌生人。我伸出手接住了那片碎玻璃，指尖碰到玻璃的瞬间，那洼水晃了晃，几乎要溢出来。我赶紧稳住，另一只手垫在下面，小心翼翼地把它送进投递口内侧。碎玻璃在我的掌心里温顺地躺着，那一小洼水安静得像一个婴儿的呼吸。我把它送到嘴边，仰起头，让那一点点水划过我的嘴唇、我的牙齿、我的舌头，沿着干涸的喉咙一路向下。水不多，大概也就几毫升，连润湿口腔都不够，但它经过的每一寸都像是获得了新生。那些被我放弃的细胞重新苏醒过来，欢呼着、尖叫着、哭泣着。我把那片碎玻璃从嘴边拿开，翻转过来，用手指轻轻刮了刮残留的水痕，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留着它，也许是某种纪念，也许是在100度的末日里，任何能让人回忆起凉这个概念的东西都值得收藏。投递口的那边没有动静了，我又等了片刻，竖起耳朵听。走廊里有一种持续的低频嗡鸣，是热浪在狭长空间里来回折射、相互叠加产生的声波，像是某种大型动物的呼吸。在这片噪音的掩盖下，我隐约捕捉到了另一个声音，一种有节奏的、轻微的摩擦声，像是什么东西在缓慢地移动。我突然意识到那是什么了，那是他把自己的身体从门边移开了，不是站起来，不是走开，而是像一条搁浅的鱼一样，用尽最后的力气在灼热的地面上爬行。每移动一步，他的身体就会在地面上留下一道潮湿的痕迹，那是他的皮肤在高温下与地面接触时留下的水蒸气、汗液、血液，所有能被蒸发的东西都在蒸发，而他还在爬，朝着某个我不知道的方向。我猛地站起来，踉跄了一下，扶住了墙，眼前发黑，耳中鸣响，那是脱水和饥饿导致的体位性低血压。我闭着眼等了10秒钟，等那阵眩晕过去，然后我拉开了门。是的，我拉开了门，门锁咔嗒一声弹开，门板向内打开，热浪像一堵墙一样砸过来，我的头发在一瞬间变得滚烫，贴着头皮像是戴了一顶烧红的铁盔。我的脚踩在走廊的地面上，鞋底发出滋滋的声响，橡胶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软化、变形，粘连在水泥地面上。走廊里的空气是扭曲的，每一寸空间都在折射着变形的光线，像透过一锅沸腾的水看世界。但我的眼睛还是找到了他，他趴在走廊的地面上，离我的门大概3米远。他穿着一件已经褪色的 T 恤，头发散乱地铺在身后，像一片枯萎的海藻。他的脸朝着我，眼睛半睁着，瞳孔涣散，嘴唇干裂出血，整个人像一幅被揉皱后重新展开的画。但他的手还在动，右手的五指在地面上划拉着，像是在写什么字，又像是在抓着什么东西，朝着我的方向，朝着那扇被我打开的门。我朝他走过去，每走一步，脚下的鞋底都在变得更薄，地面的热量正在一层层的融化橡胶，下一步就要烧到我的脚底板。走廊两边还有其他的门，那些门背后还有没有活人，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知道的是，有一个女孩正趴在3米外的地方，她的手里握着一片碎玻璃，上面曾经盛着这片末日里最珍贵的水，而她把它给了我。我走到她身边，蹲下来，地面烫得我的膝盖像跪在烤架上。我的裤子在接触到地面的瞬间就开始起皱，纤维在高温下收缩、变形，发出轻微的焦味。但这些我都感觉不到了，或者说，我已经不在乎了。我伸出双手，从他的腋下穿过，像抱起一个孩子一样，把他从地面上抱了起来。他的身体烫得吓人，不是发烧的那种烫，
而是像刚从滚水里捞出来的东西，隔着衣服都能感觉到那股热量在灼烧我的前胸和手臂。他的脑袋靠在我的肩膀上，嘴唇擦过我的脖子，干燥的、滚烫的嘴唇，像一块被太阳晒了一整天的石头。但他的呼吸很轻，轻到几乎不存在，像蝴蝶扇动翅膀时带起的那一点点微风。我把他抱进了我的房间。我能写出我的房间这4个字，但此刻它已经不像是我的了。房间里弥漫着一股复杂的味道，汗味、塑料烤焦的味道、干涸血液的铁锈味，以及一种更微妙的，像是什么东西在缓慢腐烂的气味。墙角落着的空矿泉水瓶在热空气里微微膨胀，发出细小的、几乎听不见的嘎吱声。那个已经彻底失灵的空调内机上，厚厚的水珠像眼泪一样往下淌，不是因为它制冷了，而是因为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到略低于空气温度的面板时凝结的。即便关了机，塑料面板依然比100度的空气凉那么一点点。我把它放在我睡的那块地板上，那是我用2层锡箔纸和1层救生毯铺出来的地方，是房间里唯一没有直接接触墙壁和地面的区域，温度比别处低一些，大约85度。在这个世界里，85度已经算凉快了。他躺下去的时候，嘴里发出了一声含混的声音，像是叹息，又像是哭。他的眼睛彻底闭上了，睫毛轻微地颤动着，像一只受伤的蝴蝶。我不知道他还能活多久，也许几个小时，也许几分钟，也许病毒 X 已经深入他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正在把他从内到外烧成一具空壳。也许他明天早上就会变成另一个老陈，变成一个皮肤剥落、体温60度，在走廊里乱撞的东西。但那是明天的事。今天，此刻，这间85度的房间里有2个人类，一个还站着，一个躺着。站着的那个人不知道自己还能站多久，躺着的那个人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再站起来。但他们都在呼吸，都在心跳，都在以各自的方式证明一件事：人类这个物种还没有灭绝，至少现在还没有。我坐下来，坐在他旁边，靠着墙。墙很烫，但我不想动了。我的眼睛盯着天花板上那道从百叶窗缝隙漏进来的阳光，那道白的刺目的光柱里有无数细小的尘埃在跳舞，像是某种仪式的开场。远处直升机的声音还在，不是一架，也不是10几架，而是一个庞大的、持续的声浪，像远方的雷声在天边滚动。他们从北边来，一直在北边来，像一条永不中断的天河，从极地的方向往南流淌。他们在做什么？在撤离什么？在投放什么？还是在寻找什么？我不知道。但有一点我越来越确定了，有人在北边，很多人，他们在组织着什么，在做着什么。那个机群不是逃亡的溃军，它的编队太整齐了，飞行路线太稳定了，不像是散兵游泳。那是一个有纪律、有目标、有信心的机群。信心，这个在大灾变发生以来已经彻底被我遗忘的词，此刻像一颗种子一样在我脑子里扎下了根。我侧过头，看了看躺在我身边的女孩，她的睫毛还在颤，呼吸还在，胸口在极其缓慢地起伏着。我从口袋里摸出那片碎玻璃，对着光看了看，它折射出一小块彩虹，落在她的脸上，像一只栖息在枯木上的彩色蝴蝶。谢谢你，我说，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但我觉得她听见了。她的嘴唇动了一下。我没有看清他说了什么，也许什么都没说，只是在做一个关于水的梦。梦里大概有河流，有湖泊，有海洋，有所有他这辈子可能再也见不到的东西。但在梦里，那些东西都是真的。那片碎玻璃上的那一小洼水变成了整片大海，咸的、甜的、凉的、滚烫的。窗外，太阳正在落山。在这个世界里，落山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太阳并没有真的落下去，它只是从一个角度转到了另一个角度，把同样灼热的光线斜斜地射进每一扇朝西的窗户。但天空的颜色会变，从刺目的白变成发黄的白，再变成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暗红色，像凝固的血浆。夜要来了，但夜不会带来凉意，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夜晚的温度也不会低于70度。这是我最后一刻看到的气象预报上说的。那个预报员在播报这条消息的时候，一直在用手帕擦汗。镜头切走之前，我看见他的手帕浸透了汗水，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我把手伸进口袋，摸了摸那片碎玻璃，然后闭上了眼睛。明天，
我要找到那个鸡群，或者他们会找到我。不管怎样，末日还没有结束，而我还活着，这就是全部的理由。我是被一个声音吵醒的，不是敲门声，不是直升机的声音，而是一种更细小、更持续、更让人不安的声音，水滴落在地面上的声音，滴答滴答滴答，像一个精准的节拍器在黑暗中摆动。我的第一反应是水管裂了，第二反应是有水源。这两个反应在大脑里几乎同时炸开，我猛地睁开眼，脖子像是被人掐着一样从地上弹了起来。房间里很暗，百叶窗缝隙透进来的光线已经从白色变成了暗红色，像一层薄薄的血涂在墙上。温度没有降多少，大概从白天的103度降到了98度，但仅仅是5度的温差已经足以让我的身体产生一种错觉，凉快了。在这个世界里，凉快是一个完全被重新定义的词。水滴声还在继续，滴答滴答滴答。我转过头看向声音的来源，我的眼睛花了几秒钟才在昏暗的光线里找到焦点，然后我看见了那个女孩还躺在地上，姿势跟我抱着她放下来时一模一样，蜷缩着，像一只在母体里的婴儿。但她的一只手伸到了头顶上方，手指微微弯曲，指尖上挂着一滴暗色的液体，正在缓慢地聚集、变大，然后承受不住自身的重量，滴落下来，砸在地面上，发出那一声清脆的、让我心碎的滴答。那不是水。我凑过去，在昏暗的光线里辨认。他的指尖上有一个小小的伤口，像是什么尖锐的东西刺破的，也许是我抱起他时，他手里的那片碎玻璃划伤的。血从那道伤口里渗出来，一滴一滴的，像某种古老而精确的计时装置，在这间98度的房间里，在一个将死之人的手上记录着时间。我在干什么？我在看着一个女孩流血，一滴、2滴、3滴。我的脑子里有2个声音在打架，一个说去给她包扎，找个东西堵住伤口止血，另一个说血里面有病毒，感染者体内的病毒浓度最高，你碰了他的血你就完了。2个声音都在我的颅骨里回荡，撞来撞去，撞得我的太阳穴突突直跳。病毒 X 的传播途径主要是体液和直接接触。我知道这一点，因为在那几天信息还没有彻底崩溃的时候，我几乎读遍了所有我能找到的关于这种病毒的资料。血液、唾液、汗液，甚至呼出的水蒸气，只要含有病毒的体液接触到黏膜或破损的皮肤，感染就成立了。而我的手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布满了细小的裂口，干燥和高温让我的皮肤像皲裂的河床，每一条裂缝都是一扇敞开的大门。我没有动，他就那么躺着，手举在头顶，像一个溺水的人在抓住最后一根浮木。血从他的指尖滴下来，在地上积了一个小小的暗红色的洼，在那个98度的房间里缓慢地蒸发，把血液的味道散发到每一寸空气中。那味道让我想起了很多事情，想起小时候在操场上摔倒磕破膝盖时血的味道，想起第一次切菜切到手指时血的味道，想起那些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属于那个有春秋有冬夏的世界里的事情。那个时候，血只是血，受伤只是受伤，你不会在一滴血面前犹豫碰还是不碰，因为碰了顶多是感染，顶多是发烧，顶多是去医院打一针破伤风。而现在碰了就是死，不是可能死，不是大概率死，是必死无疑。病毒感染后平均存活时间是多少？我记得那篇论文里写的是，在50度以上的环境下，未接种任何疫苗的个体，从感染到死亡的中位时间是72小时。72小时，3天，72个小时，4320分钟。而我已经在这个末日里撑了多少天了？37天还是38天？我已经记不清了。37天里，我靠着运气和自私活了下来，没有感染，没有发烧，没有变成走廊里那些东西中的一员。而现在，我面前有一个女孩在流血，我只需要伸出手，按住她的伤口，就能让她不再一滴一滴地失去那本就不多的血液。但我没有动，我把目光从她的手指上移开，移到她的脸上。她的脸在昏暗的光线里显得异常苍白，不是苍白，是一种接近于透明的东西，像是皮肤下面的所有生命都在缓慢地撤退，只剩下一个空壳。她的嘴唇是灰紫色的，干裂的地方结着暗红色的痂，像是土地干涸后皲裂的纹路。
但他的表情很平静，不是那种恐惧后的平静，也不是那种绝望后的平静，而是一种更本质的、更原始的平静，像一个知道自己已经尽了全力的人，终于可以停下来休息了。我忽然想到一件事，那片碎玻璃，那洼水，他是用那片碎玻璃把水递给我的。那片碎玻璃的边缘是锋利的，他拿到它的时候一定知道这一点。他一定知道他可能会割破他的手，一定知道在这个病毒肆虐的世界里，任何一道伤口都可能是死亡的门票。但他还是拿了，还是用它盛了水，还是把那洼水递给了投递口另一边的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而我呢？我坐在这里，看着他在流血，连一根手指都不敢动。我恨自己。这种恨不是那种抽象的，可以用来写进日记的恨，而是一种具体的，从胃里翻涌上来的，几乎让人想呕吐的恨。它像一只长满倒刺的手，在我的内脏里翻搅，把所有的懦弱、自私、恐惧都翻出来，摊开在灯光下，让我看得一清二楚。我伸出手，不是我伸出手，是我的手自己动的。在我的大脑还在计算风险，还在权衡利弊，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我的手已经伸了出去，穿过了那片暗红色的光线，朝着他滴血的手指伸去。我的大脑在尖叫：停下来！你在干什么？你会死的！你没有免疫力，你没有疫苗，你什么都没有。我的手没有停，它穿过了那几厘米的空气，触到了他的手指。他的指尖是温热的，比上次触碰时凉了一些，不是因为它降温了，而是因为我自己的手已经热到了几乎和他一样的温度。我的手指绕过他的手腕，找到了那道伤口，用大拇指按住了它。血从我的指缝间溢出来，温热的、粘稠的，带着一种奇异的铁锈味。那是病毒的味道吗？还是只是血的味道？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从这一刻起，一切都变了。病毒 X 已经通过那道伤口进入了我的身体，正在我的血管里奔腾，像野火一样蔓延，寻找每一个可以攻陷的细胞。我的免疫系统会抵抗，但它不会赢。没有人赢过。72小时，4320分钟，倒计时开始了。但我没有松手，我继续按住他的伤口，另一只手从旁边扯过来一块布，是我剃须的下摆。我咬住它，撕下了一条，笨拙地缠在他手指上，绕了一圈、2圈、3圈，打了一个结。那个结打得很丑，歪歪扭扭的，像小学生手工课上的作业。但他完成了他的使命，血不再往外流了。他的手指在我的掌心里微微动了一下，不是抽离，而是轻轻回握了一下，像是对我说：“我感受到了。”我低下头，额头抵着他的手腕，闭上了眼睛。72小时，我该做什么？我应该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看那些直升机还在不在。我应该找一个收音机，看看还能不能收到信号。我应该写一封信，把我的遗言留下来，以防万一。我应该做很多事情，但我什么都做不了。我的手按着他的伤口，他的脉搏在我的掌心下跳动，一下、2下、3下，每一下都像是一个倒计时，每一下都在提醒我：你快要死了。不，我们快要死了。我忽然想到，72小时对我来说是倒计时，对他来说呢？他感染多久了？1天？2天？他还能活多久？也许几个小时，也许更短。也许在我死之前，他就已经先走了。我握着他的手腕，他的脉搏在我的掌心下跳动着，微弱但坚定，像一条即将干涸的溪流里最后的那一小股水，还在往前流，还在往下游的方向走，还在相信前面会有更大的河流在等他。我把他的手腕轻轻放下，站起来，腿软得厉害，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脱水和饥饿。我扶着墙走到冰箱前，打开冷冻室的门，里面什么都没有了。冷藏室的门我也打开了，里面散发出一股腐烂的味道，是那些在停电前就已经开始变质的食物，此刻已经彻底变成了一锅化学武器。我关上门，靠着冰箱想了想，水，我需要水，但房间里没有水了。最后一瓶矿泉水在昨天或者前天，我已经分不清了，就已经喝完了。冰箱里的那个冻土豆也已经吃完了。我能喝的东西只有一个来源，那就是我那杯积了1夜的水蒸气凝结水，空调面板上那一层薄薄的水珠。我用那片碎玻璃一点一点地刮下来，积了整整1个晚上，大概能有1小口。我走过去，蹲下来，
果然，那片碎玻璃还在原地，上面有一小洼水，比昨晚的多了一些，但也没有多很多。我小心翼翼地端起那片碎玻璃，送到嘴边，喝了一小口，然后把剩下的端到那个女孩嘴边，用拇指轻轻掰开她的嘴唇，把水倒了进去。她咽了，喉结上下动了一下，眉头微微皱了皱，又松开了。那些水正在穿过她干涸的身体，去往每一个渴求了太久的细胞。直升机的声音又响了起来，这一次它们离得更近了。我能感觉到空气中的震动，那种低频的、强大的、让人心脏发颤的震动，穿过墙壁，穿过地板，穿过我的骨架。我走到窗边，掀开百叶窗的一角，往外看。天已经彻底暗了。不是说太阳落山了，太阳还在天上挂着，但被一层厚厚的铅灰色的云层遮住了。云，在这片已经几十天没有见过任何水汽的天空里，出现了云。灰色的、厚重的、铺天盖地的云，从北边的天际线一直蔓延到头顶，像一床巨大的湿棉被盖在大地上。云意味着水，水意味着雨，雨意味着……我的大脑还没反应过来，第一滴雨就落了下来。它不是落下来的，它是砸下来的。一滴巨大的、温热的雨滴砸在对面楼的屋顶上，发出啪的一声巨响，像一块石头砸在地面上。然后是第2滴、第3滴、第10滴、第100滴。雨越下越大，从稀疏的点变成密集的线，从线变成一道灰白色的幕布，把整个天空和大地连成了一片。雨水落在滚烫的地面上，发出滋滋的声响，像是一块巨大的铁板被浇上了冷水。蒸汽从每一寸地面上升腾起来，整个城市变成了一口巨大的蒸锅，白茫茫的水汽在街道上翻滚、涌动，吞噬一切。我听见远处传来巨大的轰鸣声，不是直升机，而是建筑物在急剧降温时发出的热胀冷缩的巨响。钢筋混凝土在尖叫，玻璃在碎裂，整座城市在雨中发出痛苦的呻吟。但雨是凉的，不是凉的，是温的。但相对于100度的高温，只要是低于体温的温度，都是凉的。我站在窗前，看着雨水打在玻璃上，顺着百叶窗的缝隙滴进来，滴在我的脸上、我的手上、我的嘴唇上。我张开嘴，让雨水落在我的舌头上。它不是淡水，而是带着一种淡淡的咸味和酸味，像是大海和工厂的混合体。但它是水，它是液体，它是从天而降的、免费的、不需要用命去换的水。我转过身，跑向那个女孩。我把她从地上抱起来，她的身体轻得像一把干柴，重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我抱着她走向窗边，一路上踢到了那些空矿泉水瓶，它们咕噜噜地滚开，发出空洞的声响。我把她靠在墙上，一只手搂着她的肩膀，另一只手推开窗。窗户推开的一瞬间，雨声骤然放大，像1000面鼓同时在敲。雨水从窗外泼进来，打在我们的脸上、身上、头发上。她的脸上沾满了水，那些水顺着她的脸颊往下淌，流进她的嘴里，流进她干裂的嘴唇之间的缝隙里。她的眼皮动了动，睫毛颤了颤，然后缓慢的，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一样，她睁开了眼睛。她的瞳孔是棕色的，在暗红色的光线和灰白色的雨幕之间，那双棕色的眼睛像2颗刚刚被雨水洗过的珠子，清澈的不可思议。他们看着我，没有恐惧，没有疑问，没有感激，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种很纯粹的、很安静的注视，像是在说：我还活着。是的，你还活着。我把他搂得更紧了一些，雨水从我们的头顶浇下来，把2个人浇成了一体。走廊里传来了一些声音，不是敲门声，不是哭声，而是一种更原始的、更动物性的声音，喘息声。有人在走廊里贪婪地喝着从门缝下面渗进来的雨水，有人在用舌头舔舐着墙壁上凝结的水珠，有人在哭，有人在笑，有人在用沙哑的嗓子唱一首不知道是什么年代的歌。雨水还在下，我抬起头，透过雨幕看着天空。那些灰色的云层还在往南移动，像一支庞大的军队。所到之处，雨水倾盆而下。远处的直升机声音还在，但已经被雨声掩盖了大半，变成了一个模糊的背景音，像心跳一样，咚咚咚，持续地顽强地响着。72小时的倒计时还在走。但我看着那双棕色的眼睛，看着雨水在他脸上流淌的轨迹，看着窗外的城市在水汽中若隐若现，我想起了一件事情。那篇论文里还写了一句话：
我之前没有注意到，或者注意到了，但故意忽略了。那句话是：病毒 X 在超过80度时活性最强，在低于60度时活性显著下降，在低于40度时完全失活。雨是凉的，如果这场雨足够大，如果它能把温度降下来，降到60度以下，降到40度以下，也许活着不是什么奢侈的事情，也许活着只是需要等到一场雨。雨下了整整一夜，我从来没有听过那样的雨声。它不是温柔地敲打屋顶，而是像有人站在天上往下倒水，一整片一整片地砸下来，砸得整栋楼都在发抖。百叶窗被雨水冲得东倒西歪，窗台上的积水漫进了房间，在地板上汇成了一条细细的溪流，漫过那些空矿泉水瓶，漫过散落的书页，漫过我坐在地上的脚踝。凉意就是从脚踝开始往上爬的，最先感觉到的是脚趾，然后是脚掌，然后是小腿。那种凉不是冬天里刺骨的寒，而是一种久违的、温柔的、让人想要哭出来的凉，像有人用一块湿毛巾轻轻擦拭着被灼伤了太久的皮肤。我低下头，看着雨水漫过我的脚踝，透明的、干净的，带着一点点天空的味道。我的脚趾在水里微微蜷缩了一下，不是因为冷，而是因为太舒服了，舒服到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发出满足的叹息。那个女孩靠在我肩膀上，呼吸已经变得平稳了一些。雨水打在她的脸上，顺着她的鼻梁往下淌，她的嘴唇不再是灰紫色的了，而是变成了浅浅的粉，像一朵即将枯萎的花在水里重新展开了花瓣。我侧过头看了她一眼，她的眼皮在微微颤动，像是在做梦，梦里有水，有雨，有一条永远不会干涸的河流。走廊里的声音在凌晨时分达到了顶峰，有人在喊叫，不是痛苦的喊叫，而是一种释放的近乎癫狂的吼叫，像是要把这几十天来所有的恐惧和绝望都从嗓子里倒出去。有人在拍手，有人在笑，笑声从走廊的这头传到那头，又从那头传回来，在墙壁之间来回弹跳，变成了一种奇异的近乎音乐的回响。我在这些声音里分辨出了小何的声音，那个指甲涂着淡粉色甲油的女孩，她在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笑着，声音沙哑但充满生机。活着，这么多人都还活着。我一直以为这栋楼里的人都已经死光了，或者变成了走廊里那些失去皮肤的东西。但现在，在这雨水冲刷一切的时刻，那些隐藏在门背后的生命一个接一个地苏醒过来，像冬眠结束的动物，从各自的洞穴里探出头来，试探着这个被暴雨重新洗礼的世界。天亮的时候，雨小了一些，不是停，而是从倾盆变成了淅沥，从怒吼变成了低语。天空不再是之前那种刺目的白色，而是一种浅淡的、柔和的灰，像一块被洗了太多次的旧棉布，柔软的让人想伸手去摸。我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往外看，对面的楼还在，但它的外墙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之前那些因为高温而融化的窗户玻璃凝固成了奇怪的形状，像是融化的蜡烛。街道上积了很深的水，浑浊的带着泥土和灰尘颜色的水漫到了汽车的车窗位置，那些曾经在道路上融化成奇怪形状的汽车，现在像搁浅的鲸鱼一样半沉在水里。温度计还挂在墙上，液晶屏已经彻底不亮了，但那根老式的酒精温度计还在工作。我走过去，眯着眼睛看那根红色的酒精柱停在什么位置。38度，38度。我盯着那个数字看了很久，久到酒精柱在我眼中变成了模糊的红色线条，久到那个女孩在我身后发出了声音。她的声音很小，很涩，像是生锈的齿轮第一次转动，每一个音节都在摩擦。但我听清了她说的是什么，38度。我转过身，她靠着墙坐着，两只手撑在身体两侧，头微微仰着，雨水从她的头发上滴下来，顺着她的脖子往下流。她的眼睛睁开了，那双棕色的眼睛看着我身后的温度计，瞳孔里映出那根红色的线。我说38度，那不就是她的声音卡了一下，然后重新开始，那不就是秋天了吗？秋天，这个词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脑子里某个上了锁的房间。秋天，树叶变黄，然后变红，然后落下来的季节，要穿长袖衬衫的季节，晚上睡觉要盖薄被子的季节，烤红薯和糖炒栗子的季节，那个世界里最普通的季节，在这个世界里变成了比黄金更奢侈的梦。
我忽然觉得鼻子很酸，酸得我不得不仰起头，让雨水落在我的脸上，落进我的眼睛里，把那点快要涌出来的液体冲回去。你叫什么名字？我问他，声音在雨声中显得很小，但他听见了。何明。他说，铭刻的铭。我叫陆晨。我说，沉下去的沉。他看着我，嘴角微微动了动，像是在犹豫要不要笑。最后他没笑，但我看见他的眼角有东西在闪，不知道是雨水还是别的什么。陆晨，他说，你说这场雨会停吗？会的。停了之后呢？停了之后，我转过头，看着窗外那片灰色的天空，看着雨水还在不急不缓地下着，看着远处那些直升机模糊的影子还在云层下方穿行。停了之后，温度会继续降，降到30度以下，降到20度以下。然后那些病毒，我的声音卡住了。病毒，我们体内都有病毒。它是在多少天前感染的？它的倒计时已经走到了哪里？我是在昨天晚上感染的，通过他指尖那滴血，通过我按在他伤口上的手指。现在距离感染已经过去了大约12个小时，我的身体里应该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病毒 X 应该已经攻陷了我的下丘脑，正在篡改我的体温调节中枢。但我没有发烧，我的体温现在是，我把手背贴在自己的额头上，温热的，正常的。不是正常的，在这个38度的世界里，正常的体温应该是，我不知道，我已经不知道什么才是正常的了。我看着何明，他的脸色比昨晚好了很多，嘴唇不再是那种濒死的灰紫色，而是变成了浅粉，像春天的樱花花瓣。他的眼睛也不再是涣散的、空洞的，而是有了一点焦距，有了一点光。如果我不知道他感染了病毒 X，我会以为她只是一个普通的生了一场大病的女孩，正在慢慢的恢复。你感觉怎么样？我问她。她想了想，垂下眼睛看了看自己被布条缠着的手指，又抬起头看了看窗外。她说，这个字从她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我笑了。不是因为好笑，而是因为恶是一个太正常、太普通的词了，普通到在这个不普通的世界里显得格外珍贵。一个人如果还能感觉到饿，就说明他的身体还在工作，还在运转，还在要求燃料。饿是生命的语言，他在说，我还要继续活下去。我也饿。我说。我们看着对方，在38度的暴雨中，在一间被水淹到脚踝的房间里，在一座被高温和病毒摧毁的城市废墟里，两个人同时感觉到了饿。这是一种荒诞的、不合时宜的，但又无比真实的共鸣。我下去找吃的。我说。他猛地抬起头，那双棕色的眼睛里闪过一道光，不是感激，不是担忧，而是另一种更强烈的、更原始的东西。不，别去，他说，声音不大，但那2个字像钉子一样钉进了我的耳朵里。下面那些门后面还有没有活人，你不知道。走廊里那些东西还在不在，你也不知道。你出去，可能就回不来了。我知道他说的那些东西是什么。老陈，还有那些像老陈一样被病毒彻底烧毁的人类，他们没有死，但他们也不算是活着了。他们是行走的火炉，是移动的感染源，是这座末日废墟里最危险的捕食者。但如果温度真的降到了38度，如果这场雨真的持续下去，那些东西会怎么样？病毒 X 在低于60度时活性显著下降，在低于40度时完全失活。38度，病毒 X 完全失活。这个念头像闪电一样劈开了我脑子里所有的迷雾。我猛地站起来，水花四溅。何明被我的动作吓了一跳，身体往后缩了缩。体温，我说，声音因为激动而变得急促。病毒 X 在40度以下就失活了。如果他们的体温降到了40度以下，如果他们身体里的病毒失活了，我没有说完，因为我发现自己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一个被病毒 X 感染过的人，在病毒失活之后会怎样？会恢复吗？会变成正常人吗？还是说，病毒虽然失活了，但它造成的伤害是不可逆的？皮肤剥落了就是剥落了，中枢神经被破坏了就是被破坏了。我看着何明，他也看着我，他大概猜到了我在想什么，因为他慢慢地举起了自己的手，翻过来看着自己的掌心。他的手没有剥落的皮肤，他的手还完好，他的指甲上还残留着淡粉色的甲油。他不是老陈那样的晚期感染者，他是在早期就被我抱进房间里的，
他是在还没有发展到皮肤剥落、器官衰竭之前就得到了水，得到了休息，得到了这场救命的大雨的人。你试试看。何明说。是什么？试试你能不能碰我。他的眼睛很平静。如果你的手碰到我的手，你不会感染，因为病毒已经失活了。我看着他的手掌，那只我曾经握过的、滚烫的、带着60度高温的手掌。现在它的颜色是正常的，温度是正常的，它看起来就和这场灾难发生之前的任何一只年轻女孩的手一模一样。我伸出手，手指穿过雨水，穿过潮湿的空气，穿过这间被水淹没的房间里的所有沉默。我碰到了他的掌心，温热的，不是滚烫，不是灼烧，就是温热的，正常的，人类的温度。我的指腹贴着他的掌纹，他没有躲，我也没有缩。我们就那么掌心贴着掌心，在雨水里握着手，像两个最普通的人在最普通的一天里做的最普通的事情。病毒 X 在40度以下完全失活，38度。我握紧了他的手，我们像两个傻子一样，手贴着手坐在雨水里，谁都没有说话。不是不想说，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几十天的恐惧、饥饿、孤独，加上昨晚那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加上病毒失活这个近乎奇迹的转折，所有这些信息挤在我的脑子里，像太多数据涌入一个过载的处理器，整个系统都卡住了。我只知道他的手很暖，不是那种会烧伤人的暖，而是让人想一直握着的暖。最后还是何明先开了口。你哭了，他说。我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脸，湿的，是雨水还是眼泪，我分不清，也不在乎。是雨水，我说。他看着我的眼睛，嘴角弯了一下，那个弧度算不上微笑，更像是一种确认，确认我还是那个会撒谎的人，确认这个世界还没有荒诞到所有人都变得诚实。然后他把我的手翻过来，看着我的掌心。你的手在发抖。那是因为冷，我说。38度，说不上冷，但我确实在发抖。不是身体冷，是身体太久没有感受过冷这个感觉，他忘了该怎么处理了。就像一个常年生活在沙漠里的人，突然被丢进秋天的雨里，他的身体会本能的颤抖，不是因为真的冷，而是因为不习惯。何明站起来，他站起来的动作很慢，像一棵被暴风雨吹倒的树，重新把自己撑起来。他的膝盖晃了2下，我伸手扶住他的胳膊，他靠在我肩膀上喘了几口气，然后站稳了。他比我矮半个头，头发湿透了贴在脸上，水滴顺着下巴往下淌。他仰起脸看了看天花板，又看了看窗户，然后把目光投向了门口。那扇门，我昨晚打开过的门，门板半开着，雨水从走廊里漫进来，和房间里的积水连成了一片。透过门缝，我能看到走廊的一部分，灰色的水泥地面，墙上剥落的涂料，还有走廊尽头那扇被什么东西撞变形的防火门。老陈不在那里，昨晚走廊里那些声音也不在了，雨声掩盖了一切，或者那些东西已经离开了。你昨晚为什么要开门？何明忽然问。我愣了一下。你明明知道外面有感染者，他转过头看着我，你明明知道开了门就可能死，你为什么要开？我想了想，实话是我不知道。那一刻我没有思考，没有权衡，身体比大脑先做出了反应。但现在追溯起来，也许是因为那片碎玻璃，也许是因为那洼水，也许是因为一个人在这间屋子里关了太久，孤独比病毒更可怕。因为你在那里，我说。何明看着我，雨水从他的睫毛上滴下来。他张了张嘴，好像想说什么，但最后只是把头转了回去，继续看着那扇半开的门。我注意到他的耳尖红了，不是因为高温，而是因为别的什么。走廊里突然传来了一阵脚步声，不是那种踉跄的、拖拽的感染者特有的脚步声，而是一种沉稳的、有节奏的2只脚交替踩在水里的声音。噗噗噗噗，像一个人在不紧不慢地散步。声音从走廊深处传来，越来越近。我和何明同时僵住了，我的手从他的胳膊上滑到他的手腕上，握着5根手指都收紧了。他没有挣扎，也没有握回来，只是站着，身体微微前倾，像一只竖起了耳朵的兔子。脚步声停在了门外，然后一只脚迈进了门槛。那一刻，我的脑子里闪过很多画面：老陈那张没有皮肤的脸，
走廊里那些在地上拖行的暗色痕迹，论文里那句从感染到死亡的中位时间是72小时，所有这些画面叠加在一起，压得我几乎要弯腰。但我没有动，何明也没有动，我们就那么并肩站着，看着那个人从门外的阴影里走进来。他穿着一条短裤和一件已经看不出颜色的 T 恤，光着脚，每一步都在雨水里踩出清脆的水花声。他的皮肤是完整的，没有剥落，没有溃烂，只是晒得很黑，黑得像一块被火烧过的木头。他的头发几乎掉光了，只剩下后脑勺稀稀拉拉几根，像秋天的草地。他的脸上有很多皱纹，但那些皱纹不是老，而是瘦，极度消瘦之后皮肤松弛形成的褶皱，像一件大了1号的衣服套在一具缩水的骨架上。但他的眼睛是亮的，那种亮不是健康的、充满生命力的亮，而是一种劫后余生的、不敢相信自己还活着的亮，像一个人在漫长的黑暗隧道里走了很久，终于看到了出口的光。那双眼睛在我们身上停了一下，然后看向房间里的积水，看向墙上的温度计，看向窗外灰白色的天空。最后他把目光收回来，重新落在我们脸上。你们有没有吃的？他的声音沙哑的几乎听不清，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砂纸上刮下来的。他说完这句话之后，嘴唇还在微微颤抖，像是在等待一个宣判。我知道他在怕什么。在这个末日里，有没有吃的不是一个普通的问句，而是一个关乎生死的请求。如果我摇头，他就会转身离开，继续在雨里走着，直到他的身体彻底停摆。我放开了何明的手腕。没有，我说。他眼中的光暗了一瞬，像一盏灯被风吹了一下，但很快又亮了回来。他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转身就要往门外走。等一下，何明的声音从我旁边响起。他松开我的手，走到了那个人的面前，抬着头看着他。我们现在没有吃的，但很快就会有。他转过头看着我，又看向那个人。雨停了之后，温度还会继续降，凉快了就能出门了。街上那么多超市，那么多仓库，里面肯定还有没坏的东西。他说话的时候，雨水从他的下巴滴落，啪嗒啪嗒地砸在地面的积水里。他的声音不大，但很稳，稳得不像一个昨天还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那个人转过身来，看着何明，他那双暗淡了一瞬的眼睛重新亮了起来，而且比之前更亮。你叫什么名字？何明问他。老魏。他说。魏大勇。老魏，这栋楼里还有多少人？何明问。老魏想了想，伸出右手，一根一根地掰着手指。他的手指很瘦，骨节粗大，像竹子的节。4楼那个程序员还活着。5楼有一对老夫妻，老太太快不行了，老头还在撑着。3楼有一个中年妇女，平时不怎么出门，我不知道她名字。6楼有2个年轻人，一男一女，好像是情侣，一直在一起。还有2楼的一个退伍军人，姓刘，他家里存了很多装备，一直在广播里收听外界的信息。他顿了顿，又掰了一根手指。还有我，就这些了。何明数了数，8个，加上你们2个，10个。他转向我，陆晨，这栋楼里还活着10个人。他说还活着的时候，语气不像是在陈述一个事实，更像是在宣布一个决定。这栋楼里还活着10个人，这10个人不能再死了。他的眼神在告诉我这个。我看着他，又看着老魏，又看着那扇半开的门。门外是走廊，走廊尽头是楼梯，楼梯下面是地面，地面上是那座被高温和病毒摧毁的城市。10个人，在这座曾经住着上千人的居民楼里，只剩下10个人。而在这座城市的其他角落，在其他居民楼里，在其他街道上，在其他工厂和学校里，还有多少这样的人？100个？1000个？10000个？也许我们不是最后的人类，也许我们只是最后还不知道其他人存在的人类。老魏，我说，你说的那个退伍军人，姓刘的那个，他说他在广播里听到了什么？老魏的眼睛又亮了一下，这次亮得有点灼人。他说北边有避难所。不是临时的，是早就建好的，在冻土层下面，很深很深，里面有完整的生态系统，有水循环，有空气净化，有食物储备。军方在大灾变发生之前就已经预测到了这一切，但他们没有公开，因为他们怕引起恐慌。他停下来喘了口气，
说这么多话对他那干涸的喉咙来说是一种折磨，但他还是继续说下去了，仿佛这些信息是他在这几十天里唯一的精神支柱，他必须把它们说出来，否则就会烂在肚子里。避难所不是对所有开放的，是有条件的。刘哥说，广播里每天都在重复一个频率和一个指令，找到其他幸存者，组成至少10人以上的队伍，前往北方坐标点，那里会有人接应，但必须是10人以上，不能少，不能多，不能有感染者，不能有感染者。我重复了这句话，然后看了一眼何明。老魏顺着我的目光看了看何明，又看了看我。你们没有被感染，他说，语气很肯定，被感染的人不是这样的。我见过被感染的人，他们的皮肤，你们看到了，不是这样的。我和何明交换了一个眼神，他不知道我昨晚碰了他的血，我知道他不知道。他以为自己只是中暑了，脱水了，差点死了，被我救回来了。他不知道那个救他的人在救他的过程中，把自己也推下了悬崖。不，悬崖已经不存在了，病毒在40度以下失活了。何明的体温降下来了，我也没有发烧，我们可能已经安全了。可能。广播还能收到吗？我问老魏。时断时续。刘哥说，最近几天信号越来越强了，可能是因为天气好了，电离层稳定了。老魏说完这句话，忽然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他笑起来的样子很难看，嘴太大了，牙太黄了，但那是几十天来我看到的第一个笑容，真实的让人想哭。他在哪一层？我问。2楼203室。他的窗户上贴了铝箔，很好认。我低下头看了看自己，光着脚，穿着一条皱巴巴的短裤和一件下摆被撕掉了一截的 T 恤，浑身湿透，头发打结，指甲里全是泥。何明也好不到哪里去，他的 T 恤上有干涸的血迹，头发像一团被猫玩过的毛线，脸上还沾着昨晚我抱着他时留下的灰尘。但我们在笑，何明在笑，老魏在笑，我大概也在笑。我们站在没过脚踝的雨水里，站在一间被高温和病毒折磨过的房间里，站在一座死去的城市的心脏位置，笑得像3个疯子。去找刘哥吧。何明说，收起了笑容，但眼睛还是弯着的。他说，广播里有坐标点，我们需要那个坐标点。我点了点头，老魏也点了点头。何明弯下腰，从地上捡起了一样东西，那片碎玻璃，我放进口袋里又掉出来的那片碎玻璃。他把它握在掌心里，碎玻璃的一角从他的指缝间露出来，折射出一道细小的七彩的光。带着这个，他说，这是我们的护身符。我们3个人一起走出了那扇门。走廊里很暗，只有尽头那扇被撞变形的防火门缝里透进来一些光。地面上的积水反射着那些光，把天花板映成了流动的银白色的碎片。空气是湿润的，带着雨水的腥味和一种说不出的干净的，像是被彻底清洗过的清新。这种清新让我有些不适应，几十天来我已经习惯了呼吸那种又烫又干的像刀子一样割肺的空气，突然切换到这种湿润的温柔的气体，我的呼吸道在抗议，在咳嗽，在打喷嚏。但这是好事情，这是一个活着的身体应该有的反应。我们走过了一扇又一扇门，那些门背后有空的房间，有死亡的房间，也许还有幸存者的房间。每一扇门都沉默着，像一个保守着秘密的老人，不问你从哪里来，不问你到哪里去，只是安静地站在那里，见证着一切。走到防火门前的时候，我停了一下。老陈，我说。老魏和何明也停了下来。住我隔壁的那个人，我说，他昨天还在走廊里。老魏看了看走廊的地面，雨水已经冲刷掉了大部分的痕迹，但在墙角的水泥裂缝里还能看到一些暗色的，不是灰尘的东西。老魏蹲下来，用手指轻轻碰了碰那些痕迹，然后站起来，摇了摇头。不在了，他说。我没有问不在了是什么意思。也许他走了，也许他被人带走了，也许他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去完成他最后的旅程。不管怎样，他不在这里了，不在我的门外了，不必再承受那种把自己关在门里和门外之间的撕裂了。我们推开了防火门，走进楼梯间。楼梯间比走廊更暗，只有从上下楼层的缝隙里透进来一点微弱的光。水从台阶上一级一级地往下流，形成了一道小小的瀑布，在每一层平台处激起细小的水花。我们沿着楼梯往下走，老魏走在最前面，何明在中间，我在最后面。
每下一层，温度就降一点点，不是明显的变化，但你能感觉到，就像从夏天的屋檐下走进秋天的树荫里，那种微妙的只有皮肤才能捕捉到的差异。走到2楼的时候，老魏推开了防火门。走廊的尽头有一扇窗户，窗户外面是灰白色的天空和细密的雨丝。走廊两边的门大多关着，只有一扇门上贴满了银色的铝箔，在昏暗的光线里反射着微弱的光芒。那就是203室。我走在最前面，抬手敲了敲门，门没有开，但我听到了门后面的声音，一个低沉的、谨慎的、明显经过训练的男性声音。几个人？3个。我说，名字：陆晨、何明、魏大勇。沉默了几秒钟，我听到金属碰撞的声音，像是某种武器的保险被关上了。然后门锁咔嗒一声打开，门向内拉开了一道缝，一只布满老茧的手伸出来，朝我们招了招。我们走了进去。203室和我的房间不一样，这里的窗户被厚厚的铝箔和毛毯封死了，一丝光都透不进来。但房间里的灯亮着，不是电灯，是几盏露营灯，用电池供电的那种，散发着柔和的暖黄色的光。房间里整整齐齐地码着物资，一箱箱矿泉水，一罐罐午餐肉和压缩饼干，几个大号的水桶，一排排的电池，还有各种各样的工具，绳索、刀具、打火石、净水器、手摇发电机、短波收音机。靠墙的地方铺着几张防潮垫和睡袋，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裹着一条毯子坐在最里面的角落里，脸色蜡黄，嘴唇发紫，呼吸急促而微弱。那大概是老魏说的那个快不行了的老太太。一个同样年纪的老头坐在他旁边，手里端着一杯水，正在用小勺子一勺一勺地喂他。另一个男人从物资堆后面站了起来，他大概40多岁，留着板寸头，体格粗壮，两边的太阳穴上有明显的白痕，那是常年戴军用头盔留下的痕迹。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迷彩 T 恤和一条多口袋的战术裤，脚上踩着一双军靴。他的左手拿着一把折叠刀，右手垂在身侧，随时可以做出反应。刘建国，他说，声音不大，但很沉，像一块石头扔进深水里。你们都听老魏说了。我点了点头。那我不废话了。刘建国从身后的桌子上拿起一个黑色的收音机，拧开旋钮。收音机里传来一阵沙沙的白噪音，然后在白噪音的缝隙里，一个机械的、重复的女性的声音正在播报着什么。幸存者请注意。重复。幸存者请注意。如果你听到这条消息，请前往北纬53度，东经122度。这里是方舟计划的最后避难所。我们拥有完整的地下水循环系统、空气净化系统，以及可供2000人生存50年的食物储备。我们将为所有到达的幸存者提供医疗、住所和保护。条件是队伍人数不少于10人，且全员无病毒 X 感染症状。重复。刘建国关掉了收音机，看着我。北纬53度，东经122度。他说，那是黑龙江北部，靠近俄罗斯边境，离我们这里大概2500公里。2500公里。在末日之前，那是2天的高铁，或者3小时的飞机。但现在，没有高铁，没有飞机，没有汽车，没有公路，没有加油站，没有可以依赖的任何现代交通工具。我们需要靠2条腿走完2500公里，穿过被高温摧毁的荒原，穿过可能还残留着病毒 X 地区，穿过那些比老陈更可怕的东西。2500公里。我看着何明，他看着我。他的眼睛里没有恐惧，没有犹豫，只有一种很安静的东西，像水底的石子，沉甸甸的。10个人，何明说，我们还差6个。何明说出那个数字的时候，刘建国的目光在他脸上停了2秒。那是一种评估的目光，不带有任何恶意，但非常直接，像一把尺子在量一个人的厚度。然后他转向我，同样量了2秒，最后落在老魏身上，时间更短一些。他在心里给每个人打分，体能、意志、存活概率。我猜这是他多年军旅生涯留下的职业本能，也是他一个人在这间屋子里守了几10天后，重新面对同类时的一种防御机制。6个。他重复了一遍，不止6个。我们还需要更多。他从物资堆后面走出来，在露营灯暖黄色的光线下，我才看清他走路的姿势。
他的左腿有点跛，不是先天的那种，而是受过伤之后没有好好恢复留下的后遗症。他注意到我的目光，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左膝，像是在确认他还在。老伤，他说，不碍事。我知道他在撒谎，但没有拆穿。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都有权利保留一些不伤及他人的谎言。先说说你们的情况。刘建国在一箱矿泉水上坐下来，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各自的身体状况，有没有受伤，有没有暴露于病毒的风险，手里有什么资源，能走多远。老魏最先开口，他把自己几十天的经历压缩成了几分钟的叙述。他在7楼的一间储藏室里，靠一箱过期的矿泉水和一袋大米撑到了现在，没有感染，没有受伤，只是饿得皮包骨。他的妻子和儿子在大灾变的第1周就死了，他没有说他们是怎么死的，只是说到这2个人的时候，他的声音忽然变得很平，平得像一面没有风的湖。然后是何明，他说自己住在楼上，具体几层他没有说，感染的事情他也没有提。他只说自己在停水之后就没有离开过房间，靠洗手间热水器里剩下的一点水活到了昨天。说到我开门把他抱进来的时候，他的语速快了一瞬，然后又恢复了正常。刘建国没有追问，但我注意到他听抱进来3个字的时候，眉毛动了一下。轮到我了。我告诉刘建国，我住在4楼，冰箱里曾有3个冻土豆，我把其中1个给了老陈，另1个给了何明，最后1个自己吃了。我没有提我碰了何明的血这件事，不是因为我想隐瞒，而是因为我不确定那是否还有意义。38度，病毒失活，我的体温正常，何明的体温正常，也许一切都过去了，也许我应该让过去安静地待在他该待的地方。但刘建国看着我的方式让我有些不舒服，不是他在怀疑什么，而是他太善于观察了。他的眼睛会捕捉到你说话时嘴角的细微抖动，瞳孔的收缩频率，手指不自觉的蜷曲。这些东西在你对着镜子练习100遍也藏不住，因为它们是身体的本能，比大脑更快。你确定你没有暴露？他问。我确定。他没有再问，但我知道他不信。一个在末日里生存了几十天的人，不可能还会犯抱一个陌生人进房间这种错误，除非那个陌生人值得他冒这个险，或者他自己也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冒这个险。不管哪种情况，刘建国都需要时间来判断这个人是否可信。好，他站起来，把折叠刀插进腿侧的刀鞘里，现在说说计划。他走到墙上挂着的一张地图前，那是一张中国地图，塑料覆膜的那种，被图钉钉在墙上，上面用马克笔画了很多线条和圆圈。他的手指从我们的城市，一个位于华北平原上的小圆点开始，沿着一条向北的弧线移动，经过北京，经过承德，经过赤峰，经过齐齐哈尔，最后停在一个靠近边境的地方。2500公里。他又说了一遍，这次语气更沉了。按照正常行军速度，每天走30公里，需要80多天。但我们没有正常条件，路况不明，天气不明，沿途可能还有高温残留区，还有野生的动物。大灾变之后，很多动物从山里跑出来了，它们和人类一样在迁徙。还有最重要的是水，我们不可能背着100天的水走路，必须沿途找到补给。广播里说避难所会接应，老魏说他们会不会派人往南走，和我们中途会合。刘建国摇了摇头。广播我听了快1个月了，从来没有提过他们会派人出来。他们的策略很简单，守株待兔。你能走到，你活；你走不到，你死。这不是冷血，这是资源限制。在那种封闭的生态系统里，每多消耗1卡路里的能量，就意味着少1个人能撑到明年。房间里安静了几秒，角落里那个老太太的呼吸声在这片安静中显得格外清晰，像一台老旧的鼓风机在艰难地转动。她怎么样了？何明朝那个方向看了一眼。喂水的老头抬起头，眼眶红红的，但没有流泪。能撑，他说，声音出奇的平静。他这辈子撑过了很多事，3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非典，这点事他撑得过去。刘建国看了老头一眼，又看了老太太一眼，没有说什么。我懂他的意思，老太太的状况不容乐观，脱水加上营养不良，加上年事已高，即便病毒没有感染他，他的身体也在走向终点。但你不能告诉一个老头他的妻子可能撑不过去，你不能剥夺他那点能撑的信念，
因为信念是这个末日里最后一种不会过期的食物。其他人呢？我问刘建国，你说的那2个年轻人，4楼那个程序员，3楼那个中年妇女，他们都还在吗？4楼的那个叫杨毅，昨天还在。他昨天下午用对讲机联系过我，说他还有半瓶水，撑得住。5楼的张老师就是那个喂水的老头，他和李奶奶是这栋楼里年纪最大的，但他们一直在互相照顾。3楼那个中年妇女，我给她送过一次水，但她不肯告诉我名字，也不肯开门，只从门缝里接过水瓶。6楼的2个年轻人，男的叫方远，女的叫林小溪，他们一直在一起，食物和水都是2个人分的，状态比较稳定。何明忽然插了一句嘴：“2楼还有别人吗？就你一个？”刘建国的表情变了一下，那种变化很细微，像是平静的水面下有什么东西翻涌了一下，又沉了下去。我女儿，她说大灾变第2天就没了，她没说她是怎么没的。和大多数人一样，死于热，死于渴，死于病毒，死于这3者组成的无处可逃的罗网。我忽然想到，也许在这栋楼里，在每一栋楼里，在每一座城市里，都有一个像刘建国这样的人，有资源，有技能，有准备，但这一切都不足以拯救他们最爱的人。他们能做的就是活着，用活着来证明那个人没有白死。我去找他们，我说。刘建国抬起头看着我。现在雨小了，温度也降下来了，这是最好的时机。我看了看何明，又看了看老魏，我们不能再等了，多等1天就多一个人可能撑不住。何明想说什么，但他的嘴唇动了一下之后又合上了。他在克制自己，不让自己说出我跟你一起去这种话，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体力撑不住爬上爬下。这种克制让我心里软了一下。刘建国站起来，从物资堆里拿出2样东西递给我，一个对讲机，一个手电筒。对讲机我调好了频率，有事随时联系。手电筒省着用电，电池不多了。我把对讲机别在腰带上，手电筒握在手里，走到门口。何明的声音从身后传来：“陆晨。”我回头，他站在露营灯的光晕里，浑身湿透，头发贴在脸上，那双棕色的眼睛看着我。他没有说小心，没有说快点回来，什么都没有说。他只是看着我，像是在把这张脸刻进记忆里。我忽然明白他在想什么，他在想，如果我在外面遇到了什么事回不来了，他至少要记住我长什么样。不会的，我说。他没有问不会什么，但我从他的眼神里知道他听懂了。我拉开门，走进了走廊。走廊比刚才更暗了，外面的雨虽然小了，但云层还是很厚，灰白色的天光透过走廊尽头的窗户照进来，在地面上铺了一层薄薄的冷色调的光。我的脚踩在水里，发出轻响，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来回弹跳，变成了某种不真实的层层叠叠的回声。我先是往楼上走，3楼。走廊里很安静，门都关着，雨水从门缝下面渗进去，在每一间屋子门口留下一小片深色的水渍。我走到刘建国说的那个中年妇女的房间门口，停下，抬手敲门，嘟嘟嘟，3声，不重不轻，既不会吓到人，也不会让人听不见。我等了大概20秒，没有回应。我又敲了3下，这次门缝里透出了一点声音，很轻，像是布料在摩擦地面，又像是什么人在缓慢地移动。然后门开了一条缝，大概只有2-3厘米宽，一只眼睛从那条缝里看过来。那只眼睛浑浊，布满血丝，但在看到我的一瞬间，瞳孔剧烈地收缩了一下，像是见到了什么不该见到的东西。你好，我说，我是楼上的住户，我叫陆晨。那只眼睛眨了眨，没有回应。楼下的刘大哥，刘建国，你记得吗？他之前给你送过水。我们打算组织所有幸存者一起往北走，去一个避难所，那里有食物，有水，有医疗。沉默。那只眼睛还在看着我，但它里面的东西变了，不再是恐惧，而是一种我无法命名的复杂情绪，像是在看一个说梦话的人，不确定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又很希望他说的是真的。你是人吗？门缝里传出一个沙哑的女声。我是人。你不是感染者。我不是。你证明。我愣住了。证明？我怎么证明？我总不能把自己的皮剥了给他看。我举起双手，在门缝前慢慢转了一圈，像一个人体模特一样展示自己的身体。
皮肤完整，没有剥落，没有溃烂，没有那种被病毒烧灼过的暗红色痕迹。门缝又开大了一点，那只眼睛后退了一些，露出了半张脸。女人的脸，大概40多岁，颧骨很高，脸颊深深地凹陷下去，像一具骷髅上蒙了一层薄薄的皮。她的嘴唇上全是干裂的血痂，说话的时候那些血痂会裂开，渗出新鲜的血液。我一个人，她说，不敢出去。你不用一个人，我说，我们在一起，大家在一起。她看着我，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动摇，像一堵墙上出现了第一道裂缝。然后她低下头，看着自己扶着门框的手，那双手瘦得像鸡爪，指甲又长又脏，指节突出。她看着那双手看了很久，像是在确认它们还属于自己。我叫孙兰。她说，孙姐。我说，你能走吗？她犹豫了一下，然后慢慢地把门拉开。门板吱呀一声响，像是好久没有被移动过了，铰链上全是锈。门完全打开之后，我看到了她身后的房间。房间里几乎没有家具，所有的木板、书、衣服都被拆了堆在角落里，像是一个巨大的鸟窝。我花了几秒钟才明白那是什么，她在烧东西。在这个没有电、没有煤气、没有任何热源的世界里，她在烧自己的东西取暖。走吧，孙兰说。她的声音很轻，但很坚决，像是终于下定了什么决心。我们沿着楼梯往下走，孙兰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手电筒的光柱在她脚下跳动，照亮了每一级台阶上的积水和杂物。走到2楼的时候，我让她先去203室找刘建国，然后继续往下走。1楼的大厅已经被水淹了，积水大概有半米深，浑浊的泛着泡沫的水面上漂浮着各种杂物，塑料袋、碎玻璃，一只小孩的拖鞋。大厅的天花板上有一道巨大的裂缝，雨水从那里漏进来，在昏暗的光线里像一根银色的柱子。我趟着水穿过大厅，走进另一侧的楼梯间，往上走。4楼，杨毅的房间。4楼的走廊和上面几层不太一样，这里的门大多是开着的，不是说被人打开的那种开，而是被高温烤变形之后弹开的那种开。门板和门框之间有几厘米到10几厘米不等的缝隙，像一张张半张的嘴，黑漆漆的，让人不想往里面看。我找到402室的门牌，门半开着，里面没有光，也没有声音。我用手电筒照了照，光束扫过房间里的景象，一个掀翻的桌子，地上散落的书和纸，一扇碎裂的窗户，窗外的雨水正顺着窗台往屋里流。没有人。杨毅，我叫了一声，没有回应。我拿起对讲机，按下通话键。刘哥，4楼402，杨毅不在房间里。对讲机里传来一阵沙沙声，然后刘建国的声音响起来。他的对讲机我昨天还能联系上，你试试呼叫他的频率。我调到杨毅的频道，按着通话键。杨毅，我是楼上的陆晨，你在吗？沙沙沙，只有白噪音。我又呼了1次、2次、3次，没有回应。我站在402的门口，手电筒的光束在房间里来回扫动，试图找到什么线索。然后我在窗户旁边的墙壁上看到了一个字，是用什么尖锐的东西刻上去的，笔画歪歪扭扭，但还能辨认出来，水。他在找水。也许他去楼下的某个房间找水了，也许他去了别的楼层，也许他走出了这栋楼。不管怎样，他不在这里。我转身离开4楼，继续往上走。5楼。5楼住着张老师和李奶奶，就是那个喂水的老头和那个快要撑不住的老太太。但他们的房间门是锁着的，我敲了门，没有人应。他们大概还在203室，刘建国把他们接到楼下去照顾了。6楼。6楼的走廊很长，手电筒的光柱照不到尽头。雨水从走廊尽头的窗户飘进来，在空气中形成了一层薄薄的水雾。我找到了方远和林小溪的房间号，门是关着的，但门缝下面有光透出来，不是电灯的光，是一种暗黄色的跳动的光，烛光。我敲了敲门，谁？门里面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年轻、紧张，像是在黑暗中突然被光照到的人。第一个反应不是高兴，而是戒备。楼上的住户，我说，我叫陆晨。楼下的刘建国让我来找你们。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我听到门后面有轻声的交谈，一个女生在说什么，男生在回应，听不清内容。又过了一会儿，门开了。
开门的是一个年轻男人，大概25、6岁，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又大又圆，像一只受惊的猫。他的脸很瘦，但不像孙兰那样瘦得脱相，而是还保留着一点年轻人的棱角和弹性。他的身后站着一个女孩，比他矮半个头，长头发，用一根皮筋随意扎在脑后，穿着一件起了球的毛衣。他的手里拿着一根蜡烛，烛光在他的脸上跳动，把他的影子投在身后的墙上，巨大而摇晃。你是说，方远？那个年轻男人推了推眼镜。刘哥让我们所有人往北走。我把情况大致说了一遍。避难所2500公里，10人以上的队伍，北纬53度，东经122度。我说话的时候，方远一直在推他的眼镜，这是一个紧张时的习惯性动作。他身后的林小溪一直在看方远，不是在看他的反应，而是在看他的脸，好像想把他的每一个表情都记住。我们能走多远？方远问我，不是在质疑，而是在认真地问。我不知道，我说，但不走的话，能走多远都是0。方远看了看林小溪，林小溪对他点了点头。那一下点头很轻，但很稳，像一根钉子钉进了木板。我们走。方远说。从6楼下来的时候，我们的队伍已经增加了3个人，方远、林小溪以及从2楼加入的孙兰。老魏和何明还在203室等我，刘建国在整理物资，张老师在照顾李奶奶。老太太的状态似乎好了一些，至少呼吸不那么急促了。10个人，我们已经有10个人了，但我知道，刘建国也知道，10个人只是最低标准。路上会有人掉队，会有人生病，会有人因为各种原因走不下去。我们需要更多的人，不是因为我们贪心，而是因为我们太清楚死亡是什么样子了，我们不想再看到它。回到203室的时候，何明站在门口等我，他的手里还握着那片碎玻璃，指腹在锋利的边缘上轻轻摩挲着，但没有割破手指。他已经学会了如何在不伤害自己的前提下握紧它。找到了几个？他问。3个。我说，还差。何明把那片碎玻璃举到眼前，透过它看着露营灯的光。碎玻璃把光拆解成了七彩的碎片，落在他的脸上，像一幅画。不差了，他说，我们有了一个开始。我看着他的脸，看着那些彩色的光斑在他的皮肤上移动，忽然意识到一件事情。那片碎玻璃是他的，那洼水是他的，那个最初让我打开门的理由也是他的。从他把手伸进投递口的那一刻起，我们所有人的命运就已经被焊在了一起，像碎玻璃上那些锋利的边缘，危险但真实。刘建国关掉了收音机里的沙沙声，把一张手绘的路线图铺在地上。所有人围了过来，露营灯的光照在每一张脸上，那些脸瘦削、憔悴，布满灰尘，但眼睛都是亮的。明天天亮就出发。刘建国说。没有人反对。窗外的雨还在下，但雨声已经变成了一种背景音，像这个世界重新开始呼吸的声音。雨在黎明前停了。我是被寂静吵醒的。几十天来第一次，没有敲门声，没有直升机声，没有雨声，只有一种巨大的压下来的安静，像是整个世界终于耗尽了所有的力气，躺下来，闭上了眼睛。我睁开眼睛，看见何明坐在门口，背靠着门框，手里还握着那片碎玻璃。晨光从走廊尽头的窗户照进来，穿过雨水洗净的空气，在他身上投下了一层淡金色的光。所有人都醒了。老魏在整理物资，把罐头和压缩饼干按照人数分成小堆。张老师在给李奶奶喂最后一点水，她的手很稳，一勺一勺的，像在喂一个婴儿。方远和林小溪坐在角落里，2个人的手一直握在一起，从昨晚到现在没有松开过。孙兰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灰蓝色的天空，她的脸上有一道昨天还没有的痕迹，那是一道泪痕，被晨光照得像一条银色的小溪。刘建国站在那张中国地图前，用一把小刀在我们要走的路线旁边刻了一个小小的记号。他没有说话，但他的背影在告诉所有人该走了。我没有急着起来，我靠在墙上，把这一天一夜发生的所有事情在脑子里过了一遍。高温、病毒、雨水、降温、碎玻璃上的那洼水，何明指尖的那滴血，老陈门外的抽泣声，投递口伸进来的那只手，这些东西像碎玻璃一样散落在我的记忆里，每一片都有锋利的边缘，但每一片都折射着光。
何明回过头看了我一眼，该走了。他说。我站起来，我们从2楼出发，一行10人沿着楼梯往下走，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回荡，像某种古老的关于迁徙的节奏。刘建国走在最前面，他的左腿还是有点跛，但每一步都很稳。然后是张老师扶着李奶奶，李奶奶今天奇迹般的站起来了，她走得很慢，但她的眼睛是睁开的，她在看这个世界，看这个她可能再也回不来的地方。然后是孙兰，然后是方远和林小溪，然后是何明，然后是我。老魏走在最后面，手里拿着一根从拖把上拆下来的木棍，像古代的哨兵一样警觉地环顾四周。1楼大厅的水退了，浑浊的积水顺着楼梯流进了地下室，留下了一层厚厚的淤泥一样的东西覆盖在地面上。我们的脚印印在泥里，一行向北的脚印，歪歪扭扭，但方向明确。走出大门的那一刻，我停下了脚步。这是我几10天来第一次走出这栋楼。天空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蓝，不是那种夏日正午刺目的让人不敢直视的蓝，而是一种温柔的洗过千万遍的像丝绸一样光滑的蓝。云很少，只有几缕淡白色的像羽毛一样的云丝挂在天边，被晨光染成了淡粉色。空气是凉的，湿润的，带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青草。我低下头，看见脚边的水泥裂缝里有什么东西正在破土而出，嫩绿色的，细得像头发丝，柔弱的，但活着的草。在这片被100度高温烤了几10天的大地上，草长出来了。他们一直在等这场雨，等这场把温度从100度拉到38度的雨，等这个终于可以活下来的机会。何明站在我身边，顺着我的目光看到了那些草，他的眼眶红了，但没有哭。他蹲下来，用指尖轻轻碰了碰那株嫩芽，像是在确认它是真的。他活了。他说：“我们也会活的。”我看着他的背影，看着晨光在他的头发上跳跃，看着那片碎玻璃从他的指缝间折射出一道微小的彩虹，落在那株嫩绿的草芽上。会的，我说。刘建国的声音从前方传来：“走了。”我们沿着街道往北走，街道两旁的建筑还在，但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那些曾经光鲜亮丽的玻璃幕墙，现在布满了裂纹，像一张张苍老的、布满皱纹的脸。有些楼房的屋顶塌了，有些楼房的墙壁上出现了巨大的裂缝，裂缝里长出了那种嫩绿色的草芽。它们不只是在路边生长，它们在每一寸有可能的土壤里生长，在所有被灾难撕开的裂缝里生长，在这座死去城市的每一道伤口上生长。我们走过了被洪水冲垮的立交桥，走过了车窗全部碎裂的公交车，走过了招牌还在但门面已经面目全非的商店。一家超市的卷帘门半开着，刘建国打了个手势，老魏和方远跟着他进去搜了一圈，带出来几瓶没有破碎的矿泉水和几包过期的方便面。方便面已经发霉了，但刘建国说没关系，掰碎了煮一煮就能吃。在这个世界里，能吃的标准已经被重新定义了。走了大概2个小时，何明开始掉队，他的体力还没有完全恢复。昨天的雨水救了他一命，但几10天的饥饿和脱水不是一晚上就能补回来的。我放慢了脚步，走在他旁边，什么也没说。他也没有说谢谢。有些东西不需要说，就像那片碎玻璃上的水，它存在过就够了。陆晨，他忽然开口：“你后悔吗？”“后悔什么？”“后悔开门。”我想了想，“后悔吗？如果我没有开门，我现在还一个人在那间屋子里，守着空冰箱和那些空矿泉水瓶，听着走廊里不知道是人还是鬼的声音，在38度的凉意中孤独地活着。我不会认识何明，不会认识刘建国、老魏、方远、林小溪、孙兰、张老师和李奶奶。我不会看到那些从水泥裂缝里长出来的草，不会闻到雨后大地的味道，不会站在这条通往北方的路上，面前是2500公里的未知和头顶这片洗过千万遍的蓝天。不后悔，我说。何明低下头，嘴角弯了一下。队伍在中午的时候停下来休息。刘建国选了一个相对开阔的地方，一座立交桥的桥底，头顶有混凝土遮挡，四周视野开阔。老魏从背包里拿出几块压缩饼干，掰成小块分给每个人。我接过自己那份的时候，手有点发抖，不是因为激动，而是因为太长时间没有进食，身体已经忘了怎么处理食物了。
我掰了一小块放进嘴里，慢慢的嚼，让它在唾液里融化，一点一点的咽下去。压缩饼干的味道很怪，像吃纸箱子，但它咽下去之后，胃里涌起一股温暖的、踏实的感觉，那是生命在告诉我，很好，继续，再给我更多。李奶奶吃不下压缩饼干，张老师把饼干泡在水里，捣成糊状，用小勺子喂她。她吃了几口，咳嗽了一阵，但最后还是咽下去了。张老师给她擦嘴的时候，我看见她的手在抖，不是因为紧张，而是因为老了，因为太累了，因为这几十天她用一个80多岁老人的身体扛住了一个年轻人可能都扛不住的东西。张老师，我说，您歇一会儿，我来喂。张老师看了我一眼，那双浑浊的老眼里有一种让人鼻酸的东西，他没有说谢谢，把勺子递给了我。我蹲在李奶奶身边，一勺一勺地喂她。她的眼睛半睁着，看着我，嘴唇在勺子碰到她的时候微微张开，像一个听话的孩子。她的脸上有很多皱纹，但那些皱纹不是灾难留下的，而是岁月留下的，是70年的风霜雨雪在她脸上刻下的年轮。大灾变摧毁了很多东西，但它摧毁不了岁月留下的印记。小伙子，李奶奶忽然开口，声音小得像风吹过树叶，但我听清了，你叫什么？陆晨。陆晨，她重复了一遍，舌尖顶着牙齿，像在品味一个字的味道。好名字，沉下去才能浮上来。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但我知道他在给我祝福。喂完李奶奶，我走到何明身边坐下，他靠着一根桥墩，闭着眼睛，碎玻璃握在手心里，像一个小孩子握着心爱的玩具。阳光从桥底的缝隙里漏下来，在他的脸上画出一道道细长的光斑。你在想什么？我问他。他睁开眼睛，看着头顶那些光斑。我在想，如果这场雨没有下，我们现在会怎么样？我没有回答。如果雨没有下，温度不会降，病毒不会失活，我们不会站在这里。何明可能已经死了，死在走廊里，死在我不肯开门的那扇门外。我可能也已经死了，死在房间里，死在最后一口水和下一口水的间隙里。这栋楼里可能没有幸存者，这座城市可能没有幸存者，这个国家可能没有幸存者。但雨下了，想这些没用。我说。何明笑了一下，把那片碎玻璃举到眼前，对着阳光看。碎玻璃把阳光拆解成了七彩的碎片，落在他的脸上、他的手上、他的头发上。我想把他带到北边去，他说，带到那个避难所里，当成文物存起来。以后的人会问，这是什么？然后有人会告诉他们，这是一片碎玻璃，在大灾变的那一年，有一个人用它盛了一滴水，递给了另一个人。我看着那片碎玻璃，又看着何明。那个人是你。我说。那个人是你。他说。我们看着对方，在午后的阳光下，在这座死去的城市的某个立交桥底下，在两个人都知道前方还有2500公里要走的时候，忽然同时笑了。笑得很大声，笑到方远和林小溪从旁边投来好奇的目光，笑到老魏转过头来看了我们一眼，又转了回去，笑到刘建国那张永远板着的脸上都出现了一道类似于微笑的弧度。笑完了，何明把那片碎玻璃小心地放进口袋里，站起来，走吧。他说。我们继续往北走。太阳在天上慢慢地移动着，从东边滑向西边，把我们的影子从身前转到身后。影子很长，像一群迁徙的候鸟在地上留下的痕迹。2500公里，按照每天30公里的速度，要走80多天。80多天后，冬天应该已经来了。那个冬天会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在那个据说建在冻土层下面的避难所里，有2000人的位置和50年的食物储备。如果我们能走到那里，如果我们能成为那2000人中的一员，如果我们能让这一切，这片碎玻璃，这洼水，这场雨，这些从水泥裂缝里长出来的草，都被记住，那么这几十天的地狱就没有白熬。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我们走到了城市的边缘。高楼大厦在身后渐渐变小，变成了一排排参差不齐的剪影，像一排掉光了牙齿的牙龈。前方的视野忽然开阔了，是大片的平原，是大灾变之前种满了庄稼的农田。那些农田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一层干裂的灰白色的土地，雨水在上面留下了浅浅的水洼，水洼里映着天空的颜色。刘建国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城市。
他没有说什么告别的话，只是看了一眼，然后转回去继续走。老魏跟上了他，然后是张老师扶着李奶奶，然后是孙兰，然后是方远和林小溪，两个人的手还是握在一起，十指交缠，像两棵在风暴中紧紧靠在一起的树。然后是何明，然后是我。我最后一次回头看了看那座城市，我的家在那座城市的某一栋楼里，那个房间里还有空矿泉水瓶，还有撕掉下摆的 T 恤，还有墙上那根显示着38度的酒精温度计。那些东西将永远留在那里，成为这座死去的城市的一部分。而我正在离开。我把手伸进口袋，摸了摸那片碎玻璃。不，何明的口袋里。他在他那里，从一开始就是他的，是他从走廊里伸进投递口的那只手上握着的，是他用指尖滴落的血换来的。我只是一个中途接过他的人，一个在末日里碰巧站在了正确位置的人。陆晨，何明在前面叫我。我转过身，朝他走过去。夕阳在我们身后，把整条路铺成了金色。何明站在那片金色里，朝我伸出手，不是握着碎玻璃的那只手，而是另一只，空空的，手指摊开，掌心向上，像是在等我把手放进去。我把手放了进去，他的手指合拢了，握住了我的，和上一次不一样。上一次是在投递口，他的手指滚烫，我的手指冰凉，我们隔着生与死的边界触碰了不到1秒。这一次他的手是温暖的，我的手也是温暖的，我们在同一片天空下，同一条路上，同一个方向。走吧，他说。我们沿着那条向北的路走去。10个人，2500公里，80多天的路程，一个不知道是否真实存在的避难所。这些都是未知数，都是变量，都有可能在某一天、某一个节点上崩塌、碎裂，化为泡影。但脚下的路是真的，头顶的天空是真的，手里的温度是真的。那片碎玻璃在何明的口袋里安静地躺着，折射着一道看不见的微小的彩虹。它将跟着我们走过2500公里，走进那个也许存在的避难所，走进人类的下一章历史。在那一章里，第1页的第1行会写着：大灾变之后，幸存者从北方来。他们手里没有武器，没有粮食，没有任何可以称之为希望的东西。他们只有一片碎玻璃和一片碎玻璃上盛着的一洼水。